就有一个蛮障碍的东西，就是它的蛤蜊超多，所以现在很难煮东西。郭师傅为蛤蜊火锅专卖店，店内空间简洁而明亮。消费方式属于火锅超市，先依照人数选择大小锅，再到食材柜拿取想吃的食材，然后再到柜台结账。老板说，这样的模式可以让大家自由选择自己想吃的食材。食材的选择十分多元，可以说应有尽有，而且品质看起来都很不错。另外还会发现一些外面买不到的特殊食材，价格都直接标示在包装上，让人一目了然。近看才发现，牛肉都是日本 A5 和牛或是美国 Prime 等级的品质，且价格都不贵，甚至这龙虾尾只要270元，是佛学寄来着的吗？各种有趣的食材都想吃一遍，一不小心就拿了好几种。说到佛系，这里的饮料和冰淇淋是自助式的，而且还不是铁桶装的红茶，各种冷热饮喝到饱，只收你39元。餐具为客人自取，筷子、汤匙和儿童餐具则放在消毒柜中。身为家长，从这真的能感觉到老板的用心。酱料区都是用不锈钢的容器加盖。虽然失去了开放式的方便和美观，但在这大家特别注意卫生安全的时期，如此安排真的让人放心不少。在我正为了有可乐饥饿手舞足蹈时，我也上桌了。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堆的大蒜和葱花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大蒜是一堆而不是飘在汤中呢？原来是因为锅中放了整整3斤的蛤蜊，成为了支撑大蒜的人造岛屿。等蛤蜊煮开了，就可以把食材下锅咯。不过目前蛤蜊好像已经把锅子占满了，要找到空间煮其他东西似乎有些困难。蛤蜊都已经开了，所以我们就老板说要先喝一下汤。它蛤蜊很多哎，真的超级多，蛤蜊真的超级多哎。哇，超蛤蜊的汤。还蛮有趣的，虽然我自己是蛮爱吃蛤蜊的啦，然后可是这样第一次放那么多蛤蜊在锅里面，其实还蛮少见的。用鸡骨和蔬菜所熬煮的汤头，带着蛤蜊和大蒜的浓厚鲜甜和强烈香气，是让人喝了第一口就立刻惊艳的美味。今天供应的日本 A5 和牛为和尚头的部位，带有较浓的风味和咬劲，配合着鲜美的高汤，让味道层层累加，但完全不冲突。这是 A5 的和牛，其实稍微烫一下就好，火不用太滚。它其实肉切的还蛮厚的，因为吃起来蛮有咬劲的，不会说很多火锅店它的肉切的跟纸一样薄。我跟这个汤其实搭起来蛮有趣的，因为和牛本身风味是重的，然后配上这个汤也是很重的味道，所以加成起来它的味道变得非常有层次。就有一个蛮障碍的东西，就是它的蛤蜊超多，所以现在很难煮东西。丸子，刚看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郭师傅选用的丸子类十分的有趣，有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这个粉红色的麻辣口味的丸子，还没咬下去又开始爆汁。一口咬下，花椒香气立刻充满口腔。虽然是麻辣口味，但并不会过辣。
这个是笋干爆浆的丸子，那里面真的是笋干。迷人的笋干香气配合着控肉的浓郁汤汁，将经典的客家风味包进丸子，这巧思十分对我的胃。接下来煮这个是 Prime 的双酱，肉其实蛮漂亮的。火锅店用 Prime 的肉，大部分收费都还蛮高，可是我觉得它这个价格，虽然肉不多，所以价格是还可以接受。鲍鱼虽然是冷冻的，但是有经过完整包冰，品质可能比现流的还要好。我把一些蛤蜊清掉，这样才有办法煮东西。都要挖走这么多，才有地方煮东西，才有地方煮别的东西，不然还蛮困难的。鲍鱼，那我觉得它鲍鱼，我觉得蛮不错，是它都有刨冰。对，刨冰的话，整个状况会好一点。我觉得鲍鱼超有弹性的，蛮好吃的，不会说因为冷冻过然后就有些味道就比较不好，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。那知道鲍鱼跟九孔要怎么分吗？就是九孔的话，它的壳这个洞呢是比较平的，它上面的这个洞是比较平的。然后鲍鱼的话呢，它的洞会比较像火山一样这样凸出来。对，九孔的话会比较稍微平一点。这个现在是伊比利猪，伊比利猪。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巷子等级的伊比利猪，就是它稍微等级高一点，然后它的那个坚果味会比较重，然后试试看在这锅里面会不会有一样的表现。因为汤底本身的味道很重，很担心会压过伊比利猪的风味。我觉得它就是伊比利猪的坚果味，还有它的甜味都表现出来。那黑猪特有的甜味，在伊比利猪就是非常明显。虽然我觉得台湾的猪肉很不错啊，不过伊比利猪真的有它特别的地方。那我现在要这个是牛五花，正常来说牛五花通常都是用 commercial， 就是商业用等级的。很少人会用到 choice， 那更少人会用 prime 这个部位。对，这还蛮有趣的，他们用到的是 prime， 稍微甩一下就好。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蛮甜的，口感蛮有层次，就是它有咬劲也很软，有很有咬劲的地方，然后有很多筋的地方，然后有很有软的地方，因为它脂肪含量很高，然后因为脂肪含量很高，然后它这个部位本身甜味是比较多的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 Prime 牛五花不会比 A5 的和牛还要逊色，因为它其实风味其实非常的足够。那 A5 的和牛其实就非常看部位。我觉得这个牛五花是我觉得好不逊色的一块的部位，尤其是在 Prime 等级的表现，其实不会比和牛还要差到哪里去。然后我来吃一个手工蛋饺，我觉得它其实做的很扎实，它这边是因为很多手工蛋饺如果没有做的很扎实的话，它旁边就会煮一下就烂掉，而这个它蛋皮还蛮厚的。我觉得重点它的内馅很好吃，手工蛋饺内馅超好吃的。
它有点像燕饺调味，然后加一点香油。它整个猪肉馅的味道非常的好吃，不会淡淡，因为煮很久都不会淡淡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味道很强烈的一个蛋饺，就蛮有个性的蛋饺。通常蛋饺，然后加上它的汤底本来味道很重，所以那个蛋皮吸的那个汤底的味道，整个变得很鲜，鲜味非常的浓。蛋饺应该是目前吃到最惊艳的东西了。这是一只龙虾，对，半个的龙虾的青肉，其他的肉真的刚刚是冷冻的，看不太出来，可是现在退冰的时候，它的肉很漂亮。这其实还蛮大尾的，这一尾还蛮大尾的。对，差不多，你看，把龙虾丢下去煮。好大，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塞，塞不太下。那我现在要把龙虾拿起来了，不要煮太熟，太熟就不好吃了。蛮有弹性的龙虾肉，希望我没有把它煮太久。龙虾其实就是把它拔起来，然后从头这边插进去，然后翻。这龙虾都不错，都没有残存肉在上面。那有些技术好的是可以把这边的肉都拿出来啦，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有点难度，那我们就拿，尽量吧。超级有弹性的，不会说那种冷冻很久的龙虾那种怪物，都已经松掉味道，这咬起来很有弹性。所以这种龙虾跟波士顿龙虾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，而且不会有冷冻的腥味。你看刚刚我整个撕起来壳都是超干净的，撕起来壳一点肉都没有，不会粘在上面。那印度龙虾常常就是壳都肉都粘在壳上面。那个壳很干净，龙虾非常的新鲜，虽然是冷冻的，冷冻的状况很好，非常的扎实，不会很粉。老板对食材真的蛮用心的。牛奶杯很大颗，对啊，真的很大颗。虽然它已经有一大锅的蛤蜊在里面，可是我还是蛮想吃这个牛奶杯的。然后是比较大颗，真的肉很饱实，这肉真的超饱实。哇，超鲜美的，而且都没有腥臭味，因为吃起来超满足感。牡蛎，这个是广岛牡蛎，这不是鹅啊，真的是牡蛎。很好吃。就我觉得老板还蛮有良心的，很多人就会骗人家说是鳕鱼，其实台湾很多鳕鱼都是比目鱼。口感细致的比目鱼，在充满蛤蜊汤汁中煮熟之后，味道变得更加鲜甜。嫩，入口即化口感。这就是那种非常棒的手工这样子捞起来的，那一层一层凝固这样捞起来的皮，然后这种很薄很薄。然后整个都是会透光的，我的手指在这边是看得到的。不可透光的豆皮不耐久煮，只需轻涮几下即可享用。
在锅中展开的豆皮犹如天女的霓裳，堕入鲜美的汤汁，最后落入了凡人的胃袋。薄非常软，然后一入口就是豆子的豆香味，黄豆的豆香味。因为刚刚这个汤这锅已经煮了很多东西了，有煮肉啊、海鲜啊，然后本身蛤蜊跟大蒜味道，所以吃起来就汤叶味道非常的浓厚，就各种鲜味都交叉在一起，蛮有趣的。所以汤叶真的可以最后再烫，让它去吸收那个汤的精华，我觉得蛮推荐的。那我觉得这家店它就是它的食材真的准备很不错，我觉得它价格其实是蛮实惠的。那它的料啊，其实我觉得都选用的非常不错。以火锅店来说，价位来说，选用到这种食材其实真的不容易。整个吃下来，我觉得它其实这个汤是我非常喜欢的汤，蛤蜊的味道都非常的清澈，然后蛤蜊吐沙都吐得非常的好。我现在吃了这么多蛤蜊，还没有一个是有沙的，我是蛮推荐大家来吃吃看的啦。然后今天老板说比较可惜的是，他们本来有一个拉面，可是因为昨天生意太好就卖完，所以就没有。不然这个汤来配拉面应该超好吃，超好吃。这卡式武器我蛮喜欢的，好想去找一个来。这碗美味的汤底没有拉面可以收尾，实在遗憾。因为觉得实在太可惜了，跟老板建议了，可以利用剩下的汤汁做成炸脆粥。光是想象吸饱了鲜味的饭粒，就让人食指大动啊！郭师傅是十分用心的店家，从食材到用餐的各种细节都非常讲究。如果你喜欢蛤蜊，也喜欢吃锅，这家非常值得专程跑一趟试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赞哦。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